虾仁带着军火穿越大明，与正准备自缢的崇祯皇帝相遇，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虾仁能否改变明末的结局？1644年，此时的崇祯皇帝正在眉山的歪脖树下准备自缢。穿越而来的虾仁跟误认为虾仁是仙人，大明最后一任的皇帝崇祯帝相遇，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我尼玛，哪个狗日的放炸弹，让老子知道，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乌鸦坐飞机！等等，这是哪里？这俩货不会是古装阴曹地府吧？这些武器是有什么鬼？这也不让摸啊！这人是神仙吗？这那就是法器了。仙人，你的法器弄疼我了。这么高摔下来，8成是要凉啊！这是高人啊！怎么又进来了？宿主，欢迎回到超级武器空间。我靠，居然连核弹这玩意都有得卖，没有权限，能看不能用，顶个屁啊！警告！系统能量不足，即将进入休眠。新手大礼包已发放，请宿主自行研究。这狗系统也太不负责了吧！扔下一个新手大礼包就跑了。王大半，你看朕没说错吧？真的是上仙啊！皇爷，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里太危险了。不，上仙没有回来之前，朕哪里也不会去。大半，你还是先去经营督战吧。若是连你都不在，这闯贼恐怕马上就要攻进来了。可算出来了，第一，是不是你们炸的老子？第二，我这是嘎了多久了？两位这打扮也不像阴曹地府啊！朕没猜错的话，您还活着。朕就是当今大明皇帝朱由检，可是如今时局已颓废至此，闯贼破城恐怕也是朝夕之间了。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你不会就是那根绳吧？你这是干嘛呢？我大明延续至今已达276年，天子守国门，君王思社稷，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史书记载，3月18日，大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张义门，迎礼自成入京。上仙，虽然不知道史书是什么，但曹大半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的。曹大半现在根本就不在京师。朕自继位17年来，励精图治，一心只想中兴大明。朕做错了吗？等等，你先别自我感慨了，让我捋一捋。开局就是地狱模式，要不要这么玩我？我知道你很好奇我的来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是被太祖他老人送过来助你中兴大明的。你一个古代人皇帝又如何？这个借口一出来，还不给你吓出屎啊？是上仙没错了，除了太祖，谁还真正的关心大明的江山啊？现在是什么情况了？上仙，这炮声应该是张义门上发出的，闯贼就要攻进来了。尼玛的，作为21世纪的愤青，必然不会眼看着明朝末期就此衰落，任由满清霸占江山300年。我一个平台头老百姓无法议论功过，也没资格。但是老子也是个热血的汉子，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上仙，求教我技术，就是这招从天而降的招数。你难道就是王承恩？正是咱家仙术，黑夜发光，真的是仙术啊！眼下闯贼还未进城，不过也快了，还请上仙施法救我大明。朕不，我愿意答应仙人任何要求。叫我虾仁，别仙人了，听起来怪尴尬的。古代人真他妈好忽悠啊！可怜了这个皇帝了，朱由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有气节，可惜了命不太好。算你小子走运，遇到我了，运气不错。98K 居然还在，既然老子穿越了命运的齿轮，不多逼逼，走吧。弓弩手都给我不要停，快，继续填弹，不能让贼军们登墙，快！襄城伯，陛下有令，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切不可辜负陛下之托啊！将士们放心，只要击退贼军，陛下不仅会发放大家伙所有的欠饷，有功之臣陛下还会亲自封赏，王侯将相皆在今日。虾仁刚刚登上城墙，便听到王承恩画的大饼，再看看四周，偌大的城墙上，兵士却少得可怜，这让虾仁皱眉不已。他们之所以还在这城墙上抵抗着，为的也只是城中的妻儿老小。上仙，又攻城了！哎，这群闯贼是不打算让咱们休息了啊！不想休息，那就让他们别休息了。说着，虾仁就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对着一名闯军的脑袋便扣动了扳机。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后，那名闯军应声倒下。这一操作直接把身旁的王承恩给看傻了。这样也不是办法，擒贼先擒王，只要找到带头的闯王，搞定他了，说不定就能让这些闯军退去。只要他们一退，自己就有时间组织起一支大军来。思索过后的虾仁拿起了望远镜寻找了起来。古代没有什么夜视的能力，很快就发现了一处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都站着，就你这么装，还特么烤火，肯定就是你了。虾仁带着军火穿越大明，与正准备自缢的崇祯皇帝相遇，命运的齿轮就此。虾仁能否改变明末的结局？而此时的刘宗敏、元宗等人望着眼前的形势，正大肆幻想着破城后的景象。今日要是拿下这张义门，咱们就距离那皇帝老儿的紫禁城更进一步了啊！到时候，刘统领所言极是，谁不想早点进入这座充满了诱惑的城市呢？据说这宫里的小娘子可是细皮嫩肉，滑润的很啊。纵观古今，观您颇有宇文大将军之姿啊。您知道的，咱山西人从小就喜欢吃肉夹馍，您也要为自己多做打算不是？如今的形势一片大好，整个北方现目前都在大宋军的控制之内，京城俨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城破那是早晚的事。放心，少不了你的，我可是1亿米都不会浪费。狗屁的匡扶正义，不是为了捞点好处，哥几个谁愿意刀口舔血？我元宗原为汝侯马首是瞻。汝侯，咱们是不是站远一些？京城城墙的大炮可不弱，咱们这个距离完全在他们攻击范围之内啊！我说军师，咱们的人都攻上城墙了，谁有那个功夫开炮啊？宁军这回估计跑都来不及开炮，哈哈哈哈！军师，不是我张在吹嘘，这个距离让他们这群怂包轰上半个时辰，咱们也不会掉一根毛，你信不信？突然砰的一声，刘宗明整个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片模糊，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漂亮，看这群人紧张的样子，这肯定是一条大鱼了。兄弟，叫什么名字？你这火气挺厉害的，应该不是兵账局的垃圾货吧？家人，我叫高文采，锦衣卫的。高文采，印象中在史书上锦衣卫好像有这么一号人，城破之时全家覆灭，倒是个忠臣，值得多看两眼。怎么，兄弟听过我的大名？哈哈，以后有事尽管来找老哥我，虽然什么事都办不了，先走一步。半刻钟后，远处突然响起一连串急促的锣声，而后便肉眼可见那些闯军兵士们如潮水一般从城墙下方撤退。怎么回事？这闯贼怎么突然就退了？应该是我嘎了闯军什么重要的人物吧？虾仁随意的朝着城外一指，正是虾仁狙击闯军将领的地方。不过这个时候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恐怖如斯，恐怖如斯啊！王公公，这位是陛下刚刚封的锦衣卫都督虾仁，虾大人。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有人敢来打着拯救大明的幌子来欺骗皇帝。你不会是哪里来的神棍吧？欺骗陛下得了这么个差事，小子，本伯看你是老寿星吃砒霜。虾仁看了看李国珍，在历史上这位襄城伯虽然没有投降李自成，可是作为张义门守将，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你来了，你就同高文采换房吧，去守宣武门。小子，本伯的守城的职务是陛下钦点，你无权调动。待战事一毕，本伯定要参你一本。您初来乍到，还是不要得罪这些勋贵的好。呵呵，狗屁的勋贵，不过是一些蛀虫而已。大明有今日，他们可是功不可没。等战事稳了，把你们全穿起来，一个个如无碍的。乾清宫内，崇祯得知张义门战事后，刚叫了名小宦官前去传虾仁进宫，便急不可耐的迎着阵阵寒风，不停的来回奔走，两只眼睛不停的朝着殿门外看去。这上仙，虾仁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朕得去迎接。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大半辛苦你了，你有大功啊。仙人，您没事吧？这城外的闯贼退去，应该和你有关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当是我射击了一名闯军将领造成的，不过射的是谁，我并不知道。太祖保佑，太祖保佑。从今以后，您就不要再称我为上仙了，咱们应该先解决掉城外的闯贼大军才是。那行，从今以后有外人在场，咱们就是君臣，私下里咱们就是兄弟，如何？自古跟皇帝称兄道弟的结局没一个好下场，你小子不会跟我玩这一手吧？老子可是虾仁，在这个 BGM 里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我。穿越大明的鼻祖，见过的皇帝比你自缢的绳子还多，大明已经没有本地人了，外面全是虾仁，能没有后手吗？老子可是安全的很，我要的是这大明不再有遗憾。皇上，我有事要单独与你说。走，就去皇极殿。已经过了半夜，再有不久天就该亮了，虾仁必须争分夺秒起来。说着，崇祯就拉起虾仁的手，朝着皇极殿走去，而王承恩也很是识趣，保持着距离，跟在崇祯身后。
皇极殿嘛，当初有幸去过一次，不过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想想也是，这皇极殿在李自成走后便放火焚烧了，后来的太和殿是满清人重建的。城内守军皆不可用，想必皇上比我更清楚。我有把握击败闯贼，不过我需要一些人手。多少1、2千人足矣。可是，崇祯有些无奈，又有些尴尬。事到如今，他堂堂大明皇帝，居然连1、2千人都调不出来。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宣大蓟辽总督、经营总督、4上方宝剑，可先斩后奏。事情紧急，来不及任命，朕会让大办同你一路。你放心，朕从今天起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换上这件战甲，祖上传下来的，具体也不知是哪位的，不过穿这件的，最后都赢了。看着崇祯十分真诚地说道，虾人的内心不免有些感动。对于崇祯的安排，王承恩已经没有丝毫奇怪了，因为他知道皇帝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虾人身上。最后一事，接着虾人便说出了一些官员的名字，这些官员不仅仅的投降了李自成那么简单，每说一个都让崇祯目瞪口呆，就连一旁的王承恩都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巴。刚说到一半，崇祯就青筋暴起，痛哭流涕起来。把脑子都给我捆起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是亡国之臣啊！富贵儿兄弟，大明就交给你了。若是你失败，朕就自绝于世，绝不苟活。虾人点了点头，朝着崇祯郑重地敬了一礼，便缓缓地退出了大殿。崇祯越哭越厉害，鼻涕眼泪横流。虾人再次朝着张义门而去，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还得让高文采帮忙才行。虾人有令，城门重地，靠近者亡。他妈的什么虾大人，老子是皇帝亲封的经营总督，大明成国公，你一个小小的锦衣卫千户也敢同我叫板？上！你们手中的家伙都是摆设吗？连一些宵小贼人都挡不住，怎么去守这偌大的城墙？朱纯臣眯着眼看着素未谋面的虾人，当他看到其身后的王承恩时，眉头瞬间紧皱了起来。这老货怎么过来了？难道是皇帝知道了？可若真是皇帝知道了，也不可能就来他们2人。内相，这是何意思？你就是成国公朱纯臣。小子，我成国公的大名也是你这种贱民能提的。呵呵，朱纯臣，你来争这张义门，是想献城投敌吧？史上这朱纯臣就不是什么好人。城破之时，崇祯把他的太子交给了最信任的朱纯臣，可是这货早就献出了朝阳门，投降了李自成，不仅没有护送太子南下，反而直接交给了李自成，为自己谋求新朝前途。不过这货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小子，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你放肆了，这位是陛下亲封的宣大蓟辽总督兼经营总督，领锦衣卫都督，并赐尚方宝剑的虾人，虾大人。这崇祯老儿什么时候变聪明了？当务之急，必须拿下张义门，献城投降，不然，我成国公府不能倒。王承恩假传圣旨，企图夺门陷贼。为了大明，我成国公定要拿下此贼。说话间，朱纯臣的亲卫就冲了上去。在这关键的时刻，几乎是同时，亲卫们便倒下10几人。倒下的瞬间，他们满脸的不可思议。当然，虾人也不会放过朱纯臣，抬手一个点射，就这样，一代公爷就此殒命，一个不留。总督大人，他们已然放弃抵抗，您这又是何必呢？一字不忠，终身不用。在这乱世的明末，妇人之仁只会让你走得更快。我喜欢站在别人后面，不喜欢后面站人。我可不想到时候被人从后面放冷箭。经营兵士听好了，你们若是放过这群叛军，视为同罪。总督大人，叛军388人，包括贼首朱纯臣，全部伏法。高文采，现在城中的锦衣卫有多少人？像你这样的又有多少人？回总督大人，城中锦衣卫总数1万余人，不过肯出来做事的，恐怕不出2000。足够了，这2000人，你能不能聚到张义门来？总督大人，是想。高兄，如果我说我要带着他们守住京城，你信吗？我信，大人放心，我这就叫人去召集兄弟们，他们早就饥渴难耐。我还有个兄弟曾是守平榜第1的缺牙哥，也是一员猛将，经营守平才子缺牙哥，得之可得，你懂的。兄弟们还没有吃饭吧？去熬些米饭，让兄弟们吃饱，不吃饱饭怎么御敌？总督大人说笑了，咱们这里一律粮食都是紧张的很，更别提饷银了。
从今天起，本都不仅要让你们天天吃饱饭，天亮之前还会让你们拿到所有的欠饷。狗系统，搞点吃的来！你是真的狗啊！拿来吧你！不过很快，经营兵士们苦笑了下来。上一个像虾仁这样画大饼的，早就先他们下去探望阎王爷了。好在虾仁从狗系统嘴里扣出来点吃的，士兵们填饱了肚子。大人，形势紧急，本都就长话短说了。本都想问问你们，怕吗？怕咱就不来这张义门了。我家是受皇恩，不怕您笑话。没来之前，我娘就已经给全家准备好了绳子。闯军破城之时，便是我殉之日。想必各位就是忠于大明最后的信仰了。按我说的去做，操作很简单。缺牙哥，这个你带着。高兄，这个给你。为什么？这条鱼冥冥之中跟我有所感应，我好像在哪见过，好熟悉的感觉。总督，咱们虽然不怕，可也不想白白的去送菜啊。就咱们这点人，能抵抗得了城外10数万的闯贼。带上之后再跟我说。现在觉得能打吗？大人，我觉得行。我现在强的可怕，干他丫的！给兄弟们发下去，把脑子都给我混起来！虾仁带着军火穿越大明，与正准备自缢的崇祯皇帝相遇，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虾仁能否改变明末的结局？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缺牙哥，熟练一下装备，这里就交给你了。放心吧，都督，我现在感觉强的可怕，这里交给我便是。提盐、造纸、酿酒、制白糖，弄，赚钱哪有抢得快？你以为我在天花板，其实我在大气层。剩下的走，带本都去城府逛逛。成个公府传承200余年，加上他们在此期间的巧取豪夺，其财富肯定是不少的。可是个大肥羊。而虾仁还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那就是朱纯纯同北边的鞑子还有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其中很多的大商人都给他孝敬过不少人。总督大人毕竟是国公府邸，没有陛下的旨意，咱们老高，你怂了啊！他人都被老子嘎了，没了国公的国公府，小小的抄一下下，怕什么？这条鱼给你，也没发挥出气势啊！手拿冻鱼追一路，你可是兴高腰，记住，你们都是锦衣卫，抄家这种活专业对口。如他娘的，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知道这里是公府啊！好久没干活了，竟然有些生疏。锦衣卫创立至今，岂能由我等落了名头？我老高都饥渴难耐了，兄弟们，冲！总督大人，朱纯纯也太不是东西了，前些日子还在陛下面前哭穷，结果这狗日的库房里的金银都快堆不下了。他这么大的胆子，敢把那么多的金银直接放在库房内？倒也不是，朱纯纯也不傻，明面上的库房里耗子见了都得落泪，他那点小伎俩，下官一眼就看出来了。毕竟咱锦衣卫可是专业的。进去看看。听说您答应了金银，今早要给他们发饷银，下官觉得这来不及了吧？伪装的还不错。成国公府的库房分为明面上的和暗地里的，明面上就不说了，暗地里的这处库房在地下。虾仁刚踏入进去，便被成箱的金银的惊呆了。成国公府的府库里不止金银堆积如山，就连府仓里的粮食，估摸着也有20万石左右。可是要把这些东西发到金银兵士们的手上，先不说其他的，就这时间上也是来不及的。这也太多了。看来跟我猜测的不错，果然能收进去。不一会，偌大的库房内便空空如也。要是朱纯纯看见了，估计能直接给气得又活了过来。哇，不得了！都督，想不到这老小子居然还藏有真迹，这可是大罪，还望都督处理。老高，我就觉得你行，这么重要的证据，本都督要亲自保留。都督，里面还有一处粮仓，有大量的粮食，有些甚至已经发霉了。朱纯纯这种蛀虫，身为经营总督，家里堆放了如此多的粮食，甚至有些都开始发霉生虫，都不舍得拿出来救救兵士，下手还是轻了，让他走得太快。都督，成国公府的这些人怎么办？高文凯闻言身躯一震，哪怕是他在锦衣卫做事多年，也被吓了一大跳。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世家联姻。朱纯纯虽然没了，可这些人同京师中的达官贵族们也有不小的关系，怕是会给大人带来些麻烦。就算他们不来找本都，本都到时候也会亲自登门。卑职领命。
看着高文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下人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老高，若是让在平日里，这些人或许我有可能放过，现在的形势根本不容半点仁慈。你不懂现在的情形到底有多紧急，为了大明，我只能如此。大人，您是我迄今为止见过出手最果决之人，卑职倒不是替那些人担心，而是怕您以后的前途。都是为了大明。城外闯军大营帅帐之中，左眼有着一道恐怖伤口的男人一脸阴郁地看着眼前摆放的尸体。整个营帐之中，无人敢发出任何声响，纷纷低着头。营帐之中的气氛压抑到了极致。查出来了吗？到底是谁？回陛下，只能确定是城中的人干的，至于是谁，现在没有办法去查。传朕旨意，大军即刻开始攻城。中年男人赫然就是已经在西安登基建国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厉声令下，数十万大军纷纷开始动了起来，而李自成更是亲自来到张义门外督战。看着近在咫尺的京师皇城，李自成抑制不住心中的火热，双眼如火一样看向张义门。只需要攻破这道城门，我李自成就可以入主京师，成为天下的共主。闯王盼望着自己能天下共主，已经发动了进攻。乾清宫内，崇祯一宿未眠，坐在御座之下，发须由于未经打理有些杂乱，连日担心，面色十分憔悴。在大堂上，10数名官员立在两旁，听着城外响起的炮声，时不时的唉声叹息。崇祯看着台下的10余名官员，心中透心凉。没想到自己为国识七彩，落到最后忠臣就点人，何其哀哉！范景文、范清怎么没来？回陛下，范阁老不是不来，是来不了。自3月16开始，范大人便低迷未进，存心报名。范清这是何苦？快，王清，你快去范清府上，让他不要做傻事。陛下，臣家中还有妻儿老小，臣请回府安排好家小后，应当勒颈追随陛下，以报大明之恩。陛下，请允许浩然请辞吧。家中老小已然等候多时，大明江山延续300年，竟然毁于我等之手。我辈读书之人，面对先贤已然愧之，但这大明江山浩然之气永存，臣当与大明江山共存，还望陛下给臣最后的团圆。谁说我大明必亡？众人被崇祯话语一惊，眼神中露出一丝异样。不过很快，他们都觉得崇祯可能是犯了失心疯。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说胡话。其他大臣也一样，纷纷向崇祯告别。他们家中也有妻儿老小，城破之时绝不存活。等等，众卿等等，你们该不会认为朕失心疯了吧？孟案莫急，众爱卿莫急。众爱卿还请再信朕最后一次，在此待到5时。若没有好消息传来，朕自放众卿归去，如何？在朝为官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崇祯皇帝如此低声下气，也只能同意了。既然陛下如此之说，老臣们再同意又何妨？见他们同意留下，崇祯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崇祯不是非留他们不可，而是崇祯害怕他们回府做什么傻事，这才把他们召进宫。因为在他心里，此刻对虾仁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当王喜回来给他讲述城墙之上发生的一切时。陛下，不好了！陛下，虾总督斩了成国公，并且把成国公府也给抄了。什么？这虾总督又是何人？诸位爱卿，是这样的。张义门上，锦衣卫同知缺牙哥镇定自若，手中拿着一把加特林，瞄准着城外的闯军，扣动扳机。这他猫的，明明瞄准了啊！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缺牙哥有些尴尬，人体描边大势附体，最终这名英勇的敌军没有倒在加特林的枪口之下，而是长眠于惊吓之中。就这样，在加特林的压制下，张义门外的闯军们攻势受阻，迟迟不能登城，这让远处的元宗有些丢脸。好在李自成没有发火，特喵的，这和张义门的守军火铳为何会如此犀利？简直跟昨日判若两地。哒哒哒冒蓝火是个什么鬼？元侯，如此猛攻不是办法，不如咱们请示陛下，将抓获的冒名秦王、靖王2人押至阵前，再以他俩的名义派1名宦官入城，去劝降崇祯。就算崇祯不允，也可让这宦官进城联络1、2。您说呢？军师大治，走，咱们一同前去。停，快停，停止色计。而在后方，一队闯军押着2人朝着张义门而来，2人的身后，闯军举着一块白布，上面赫然写着明秦王和明靖王几个大字。大明将士们，崇祯暴虐无道，大顺皇帝才是真龙之子，你们赶快放下兵器，速速投降吧。是啊，大顺皇帝说了，投降者留用，做一个开功之臣，比你们做灭亡之臣要好得多呀。
朱口、秦王、晋王两位殿下，你们可是大明亲王，说出这等厚颜无耻的话，你们有脸见大明的列祖列宗吗？站住，再敢向前，别怪老子不客气。哼，瞎了你的狗眼！本公公是居庸关监军太监杜勋，还不快放下吊篮！我要面见从朕。此人正是已经投降李自成的杜勋。李自成派他进城和谈，可名义上是和谈，实际上是入城去联络的。这也是为什么后世杜勋进城后当他就有人打开了张义门县城的原因了。牙哥，不要冲动，让他上来，本官倒想看看这没卵的想干嘛。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郁郁不得志的闲杂人等。怎么，从朕总算是开眼了吗？你这烟火！哼，小小百户，这里也有你所花的份。我可是大顺皇帝的使者，杨军久战不斩买使。快，带我去宫里见从朕，这是他最后的机会。特么的，老远就听到你这个公鸭在叫，在我大明京城还如此嚣张，谁给你的勇气？下官见过总督大人。暂时没这么多客套，这货是谁？回总督大人，他是监军太监杜勋，奉闯逆之命前来和谈。杜勋，居然是这货！还好自己来得早，不然把杜勋放进城去，后果不堪设想。哼，从朕看来真的是得了失心疯了，让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高居总督吗？大明还真是气数已尽啊！呵呵，踢到我，你算是踢到棉花了，拖出去扒了，带皮的那种，挂城墙上。我可是监军杜勋，大顺皇帝的客使，我要见从朕，我要见从朕。见你妹去吧！秦王、晋王两人也是睁大了眼，更吓破了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城墙之上的守将这么大。这一幕被闯军大军尽收眼底，极其震撼。其中那些刚刚投降李自成的明军们，更是害怕的低下了头，不敢直视。救命啊！我是随风隐士啊，富贵哥别搞我！愣着干嘛？打啊！随着火力的压制，砸得叛军越来越多，伴随恐怖的爆炸声，不少的闯军。京师外城就如同人间炼狱一样，爆炸声响起，便会带走百余闯军，而且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支地被巨大的洒得到处都是。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早已超出了元宗的认知。虽然没搞明白明军到底用的什么武器，可是有一点很清楚，这张义门今日是绝对拿不下的。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就在这时，久违的鸣金声传来，元宗这才长舒一口浊气，带着不甘退回胆。总督威武，明军威武！休息一下，兄弟们轮流吃席去，顺便发银子。总督威武，明军威武！总督，去务必查出这下总督到底是何人，和老子的。陛下，陛下，大喜大喜啊！虾总督率领守军在张义门击退闯贼，斩敌近万，赴城门。德胜门也斩敌过千，闯军大败，已然退回了大营。太祖保佑，太祖保佑啊！与此同时，内城明氏坊一处大宅院内，当朝首辅魏藻德正与兵部尚书张敬彦促膝密谈。他李自成就算当了皇帝，总不可能靠着那些个泥腿子治理天下吧？放心吧，连元兄。昨夜崇祯敲响了景阳钟，也不知道有几个大臣去。哈哈，怕是也就只有那几个老家伙了。听说他们都已经把后事给安排好了，一群腐朽不堪的老家伙。大明气数已尽，他们就是看不懂形势，活该郁郁不得志。炮声停了，这闯军难道这么快就破城了？首辅本部堂得赶紧去外城看看。本部堂乃是兵部尚书张敬彦，你敢不让本部堂上城墙？去把你们的守将给本部堂叫下来。本部堂倒想看看是何方神圣。你就是张敬彦？大胆！你是何人帐下校尉，胆敢直呼本部堂的名讳？呵呵，还真是你！把他给本都拿下！李自成能够这么顺利的抵达京师，这张敬彦也算是功不可没，不仅隐瞒军情不报，甚至还胆大包天，私自扣下了秦王诏书，这才导致了京师的现状。而另一边，牙哥也接到虾人的命令，将兵部的魏提堂抓了过来。魏提堂拿出来吧。这位大爷，下官不知道犯了何事，至于您说拿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放我一马，我是主播，放我一马，我是主播。一本小折子便从他的袖口搜了出来，看见小折子被翻了出来，
魏提堂再也忍受不住，竟然晕了过去。狗日的，咱们在城上拼命，你们居然想着迎接新主子，真的是畜生啊！行了，趁闯贼还未攻城，牙哥、老高，你二人兵分两路，按照名单抓人，但有反抗，你们懂的。我先去一趟皇宫。开门，社区总督送温暖。送鸡毛温暖啊！大温。冒蓝火的温暖。牙哥还真是个大好人，这大夏天的，送的人家心里寒寒的。老乡开门啊！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除了针线，都是证据，全部带走。乾清宫内，虾仁刚刚把今日所发生的一切事全部说给了崇祯，并且将自己下令抓捕公约淫贼的所有签名大臣。你做了朕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啊！不过你放心，朕坚决支持你。事已至此，国之将破，你就放心大胆干。如今朕只信你一人。而由于虾仁这位穿越者的破坏，迟迟没能打开京城大门的李自成，此时也正在大营之中发怒。几十万大军包围了只有区区1-2万老弱病残看守的京师，还久攻不下，这让他十分火大。开门，总督送温暖。送温暖啊！冒蓝火的温暖。牙哥还真是个大好人，这大夏天的，送的人家心里寒寒的。开门啊！除了针线，都是证据，全部带走。伴随着一切后果虾仁承担的命令，牙哥、老高二人也抓了大批的官员。快放了我，我可是文七道。居然还有个小日子，把这菊花拿过来。到下面跟阎王说吧。当初在宁武关，朕就说了这京师不好打，不好打，你们非要朕打，怎么？现在你们一个个的都没话说了。丞相，平日里不是鬼主意很多吗？怎么不说了？陛下，咱大顺这一路一直都挺顺利的，每到一城，明军们几乎都是望风而降。这也说明明朝气数已尽，陛下才是真龙天子。崇祯无非是在负隅顽抗。臣提议，即优势火炮，兵力猛攻一门，京师必不可守。陛下，丞相之言所言甚是。不过臣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应当探查清楚这京城之中到底发生了何事，再行定夺比较稳妥。报，城中有人求见。你是何人？陛下，小人是内阁首辅魏藻德大人的管家，这里有一封首辅大人给陛下的亲笔信，还请陛下签且。哼，魏藻德，太笨了。睡前还有一事，就在视频左下角虎扑评分，熊猫人动画千万，谁才是你心中的number one？是虾仁系列还是原始人、钓鱼佬系列等等，更多的创作者，视频左下角点击查看，为你喜欢的熊猫人动画评分吧。虾仁倒是睡去了，而此时的锦衣卫昭狱早就人满为患，整个京师官场直接被搅得乱成了一锅粥。此时的另一个地方，不好，有人在开城门，快去阻止！弥勒将军，大明气数已尽，王公公已经决定开城献门了，小的劝你识时务方的善终。弟兄们，上，夺回城门！闯军来了，快去张仪门请总督来援。都督，闯军进攻西直门了。怎么回事？闯贼为何单去攻西直门？眼看着京城已经有了一些起色，又窜出一个叛徒，真的是防不胜防啊！下午教你用的没问题吧？特么觉都不让老子睡好，那就都别睡了。冲啊！城门即将打开，攻入京师，封侯拜相即在眼前。元宗一声怒吼，手下的闯军听后，仿佛被打上了兴奋剂一样，朝着远处的明军就冲了过去。与此同时，王相尧这边也已经打开了最后一道城门，此刻正幻想着成为那新朝的开国之臣。终于攻入京师了，爹，我有出息了。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京师的百姓们，快出来欢迎闯王啊！就你声音最大，来，你再给我狗叫！跑啊，快跑啊！西直门里有怪兽！如潮水般退去，就连元宗的督战队上前阻挡，
都没有能够成功的挡住。末将西直门守将见过总督大人，让王相尧那个阴人打开城门放闯贼入城，还请大人责罚。这才是大明需要的将领啊！若是大明多一些这种将军，何至于此？弥勒将军有罪，本都作为经营总督也难逃干系，有没有罪自有陛下圣裁，那是后话。咱们如今最重要的还是稳固城防，以免闯军再次攻城。我的那个乖乖啊，大人，你应该不会是上天派下来的神仙吧？这玩意该不会就是仙器吧？本都要是神仙，还用得着这玩意？这鬼东西可是贵得很，太吃金子了。后头抄家的任务又艰巨一些了啊！我这一礼是敬佩各位大人，为了京师的安危，坚守在城墙之上，不退一步。总督大人有礼了。要说这首功，还是在于总督大人。若不是大人，恐怕京师已经丢了。是啊，昨日张义门一战，今日西直门一战，哪一场不是凶险至极？若不是总督大人力挽狂澜，咱们这些人恐怕早就成了那闯贼的刀下之魂了。可是有些人却在私下里暗通款曲，准备拿大明的京师作为投名状，去效忠他那新朝的主子。大伙说这种人该如何？灭九族，凌迟不为过。狗东西不宰了，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平经营将士之愤。总督大人，这是何意？这些人便是本都口中的那些通。可算是凑齐了这2000人，我大明新军营正式建立。本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句话，报国为4战耳。新军营所有兵士之粮饷，在原有基础上每月统涨1两，每月按时发放，绝不拖欠。明军满血，誓不可打倒！明军满血，誓不可打倒！明军满血，誓不可打倒！都督气势是有了，没子弹啊！等着，狗系统，你是不是搞事情？我刚来的气势居然没子弹，别逼我在最快的时候删你！阿弥陀佛，加特林，一息3600发，94扶伤火箭筒，一颗就能见老总，难道不要钱的吗？系统能量不足，需要大量金子才能运行。你个狗东西，要金子干嘛？不知道最近涨价了吗？目前金价大涨，当然是因为我消耗太多导致的。本狗的用意，岂是尔等凡人能够体会？任何东西都有对应的价值。一句话，你给我金子，我给你装备。据我了解，大明已经没有本地人了，外面全是虾人，不然我凭什么选你？穷真穷的就差卖裤衩了。玩去吧你，我自己想办法。且来吧，这件事罪不在你。如今之计，我大顺下一步该如何走？众臣可有良策？陛下，臣以为如今之计应当是立即撤兵，退回关中，徐徐发展。李岩，你小子是不是还念及明氏的恩情？老子们好不容易打到这北京城下，你让老子们回去，你到底是何居心？陛下，我早就说了，这李岩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你看看，如今这才吃了2场败仗而已，就要咱们撤兵，这不是扯淡吗？反正我不撤，弟兄们，你们撤吗？闭嘴，都给我闭嘴！一时就一时，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传令，各营围困京师，不得妄动。刘方亮，你令一些人前去山海关打探，打探这吴三桂走到哪里了，了解以后咱们再做定夺。都督，你听。去，一边玩去！大人，洛阳信求见。洛阳信，他来找我作甚？去看看。草民洛阳信拜见总督大人。看来你这锦衣卫指挥使没白当啊！就算一身布衣，消息还是如此灵通。可惜啊，没用在正道上。就算如此，也把周延儒给拖下了水。你回去吧，本都帮不了你。草民直到今日才幡然醒悟，草民此来不是为了草民自己，而是为了大明。草民特来向总督大人举报嘉定伯一家贪污舞弊、勾结打子之事，还请总督大人明鉴。嘉定伯周奎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来啊！
本都现在就喜欢贪污的，质疑贪污，理解贪污，拿下贪污，这不比看腿爽得多？走去皇宫。讨厌，讨厌死了。刚刚王喜还在给朕和皇后。对了，你没有见过皇后吧？她便是朕的皇后周氏，私下没人喊嫂子就行。见过皇后。兄弟今日来是有何事？今日收到一份朝中勋贵贪赃枉法、买官卖官，甚至是勾结鞑子的证据。只不过这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你想怎么做？如此重罪，必须抄家。你小子，怕是看上了人家的银子了吧？能不能法外开恩，留他一条性命？陛下，您怎么老是往臣妾这里看？难道这是跟臣妾有关？可是与臣妾父亲有关。之前陛下筹款抗贼，您是不是给了周奎5000两银子？陛下，那周奎又捐了多少呢？国丈捐了300两，这……周奎害嘎了太子。龙有逆鳞，触之必怒。当虾人说出这句话时，周奎在崇祯心里已经凉了。只是周皇后是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父亲能够干出这种事来。少爷呢？怎么这2日都没有看见他？少爷一大早传话回来，让小的送一些银子去烟柳巷。这小兔崽！你就是嘉定伯周奎？大胆！知道本伯的名字，也知道这里是嘉定伯府，还敢这样闯进来？信不信本伯告到陛下那里，给你们这群鹰犬通通治罪？没看出你穿的这么节俭，背地里的银子却堆满了山。看你这个样子，也没怎么享受吧？著名表演艺术家曾经说过，人没了，钱没花完，懵了吧？王承恩这是读起了圣旨。周奎越听，脚越发软，直接瘫倒在地。那些佣人们也四处逃散，嘉定伯府里瞬间吵闹了起来。老高，都督放心，我懂的。走曲。这老小子还真有货啊！这么大的证据就挂在墙上，嚣张，实在是太嚣张了。都督还望您亲自收礼。抄家真的能致富啊！好想学李自成在京师来一次考响，这后果我可是承担不起。还是算了，这件事不急。处置完周奎后，虾人就把全身心投在了训练上。闯军数次攻城失利，目前也是围困住了京师，并没有发起大规模的攻城。京师之中的粮草也只够月用。不久之后，鞑子即将南下，又缺粮，还真是头疼啊！邻居囤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没有粮，那就想。感谢嘉定伯周奎送来的火箭。都督，大半夜的，所为何事？由于来自嘉定伯这位老铁及时的送来了金主，虾人将老高、牙哥、弥勒几人召集了起来，商议夜袭闯营抢粮食。月黑风高嘎人夜，趁他病要他命，优势在我。老高，你带人潜入大营，摸清粮仓位置，点火引起骚乱。属下明白。牙哥收到信号，及时送上温暖，打开缺口。放心吧，都督，谁不知道我京师第一温撵大师的名号？缺口打开后，弥勒带领骑兵冲进去就给老子抢，抢完就撤。这2000个兵都是老子的心血，更重要的是武器，一个都不能给老子少。都督请放心。最后牙哥掩护所有人撤退，大点干，早点散。什么人？送你走的人找到了。起火啦！起！造蛇。小伙子，你冷不？这大晚上的还挺冷的。我是老清新，兄弟拟人花。给你送点温面，不用谢我。这是来信号了，兄弟们，上！牙哥给力，兄弟们冲！抢完就撤。粮食被抢了，都给老子追！牙哥，看你的了，子弹省着点用。明白了，都督，走去。闯军大营瞬间大乱了起来，纷纷抱头鼠窜。
而李自成被炸的也不知去向。不打了，不打了，反正老子钱也捞够了，老子要回家。太大奶奶的恐怖了！都督，刚刚缴获的人已经被我突突了。做得不错，下次再有这种罪证，直接给本都督上缴。大人，后方忽然出现大量的兵马。不打了，回城。没本都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妄动。这支队伍看着不像是来参战的。居庸关守将随风，特来请罪，还请总督大人接纳。你就不怕本都宰了你？怕？怎么不怕？要不是怕，就不会降了李自成那贼了。那你还来找本都作甚？总督大人，罪官率马步23000余前来归降，还请总督大人收纳。呵呵，你以为你这2万余人马本都看得上？总督大人，有些事罪官也是有苦难言，可否给个机会，让罪臣单独给您解释解释？大人，不可，谨防有诈。是啊，大人，这随风可不是什么好货。陛下前脚刚给他封赏，后脚他就降了李自成，差点没把陛下气死。放心，他伤不了本都。总督大人，其实这县城完全是杜勋的主意啊，他是监军，还买通了罪官的副总兵梁文宪等人，打开了城门，将闯贼给迎进了城。就算罪官不同意，这居庸关也已经丢失了，罪官也是迫于无奈啊。现在迷途知返，还请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美言，罪官不胜感激。以为本都能信？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投降李自成？本都十分的清楚，无非就是觉得大明没救了而已。本都答应你收编你部，不过本都也有几个条件，不能再装了，这可是2万多人啊！只要刘晓的一命，我什么都答应。老儿，看清楚了是谁拯救了咱们大明。知道了，父皇。陛下幸不辱命，此战共灭闯贼中权亲军精锐24374人，俘虏7231人，击毙贼将35人，缴获马匹4000，其他各项不计其数。此战大胜。好，好，兄弟辛苦了。这是咱的儿子朱慈朗。朱慈朗，见过先人。宫廷玉液酒，下一句是什么？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二营长的武器是什么？会不会算数？大锤多少？小锤是多少？宫廷玉液酒减去一个大锤是多少？马德不是穿越的。你调理我儿子干什么？对了，家人，怎么城外多了这么多驻军？还是让他跟你说吧。罪臣随风率兵来归，请陛下治罪。你居然还敢回来？回陛下，臣已经接受他的归降了。虽然当日居庸关投降也不全是他的原因，不过毕竟降贼是真，臣建议革除随风所有官职，爵位就留在臣的新京营中效力吧。此事就依你所言吧。九浅一深不是简单的9次轻1次重，正确的操作应该是9次轻1次重8次轻，2次重7次轻，3次重6次轻，4次重5次轻，5次重4次轻，6次重3次轻，7次重2次轻，8次重1次轻，9次重，如此循环，让肌肉更好的适应运动，让肌肉运动状态更稳，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吩咐下去，让下面的兄弟练起来。不达标的，牙哥你懂的。属下这就去办。都督，这就是你身体强壮的秘密吗？我现在感觉强的可怕。老高，你发呆是怎么回事？刚刚电梯里人有点多，我有些放不开手脚。你们几个把刚刚都督的话重复一遍。又短又小，这就怪不得本将走去。听都督的话，菜就多练。牙哥不能再突突了，粉丝都快被突突光了。不是让你省点子弹吗？你怎么都给突突了？以后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了。这得抄多少家才能回本？算了，你们把粮食给城中的百姓分发一下，我去趟皇宫。虾人来到皇宫内，面见崇祯，打算商议一下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今首先要做的便是稳住京师，京师乃是天下的中心，京师稳住了，天下自然就稳住了。臣没记错的话，现如今的内阁恐怕就只有方月贡和李建泰2人了吧？要不你来试试？我还是算了，臣建议由倪元禄、李芳华、吴申、蒋德景、方月贡5位大臣组建内阁。另外，臣建议废除一应所有嘉饷、练饷、缴饷等等，让天下百姓减负。很快，
两人又讨论到了兵力的情况。崇祯不停地点着头，对于虾仁的安排没有提及半点异议。等他说完以后，崇祯从怀里拿出一封奉旨来，递给了虾仁。这封王是不是太夸张了？木秀于临风必摧之，你这是害我啊！那就总督之前不变，加镇国公如何？冀州府新州总屯卫一队人马正在此歇息，正是得了崇祯旨意回援的吴三桂所部。而吴三桂这个时候正坐在火堆前，脑海中不知道在思索些什么。常伯，咱们眼下可如何是好？闯贼这一退，倒让我等陷入了尴尬之地了。谁知道偏偏这守军还打胜了，闯军也撤军了，京师之围解了。哼，你太坏他们会灭你，你太怂他们会踩你，而你太好或者太强，他们也不会放心。他们会打压你，疏远你，只有你跟他们差不多，他们才会安心接受你。能走到最后的，都是那些知道怎么把自己围成和别人一样的高人。大人，你在怕什么？咱们每日里都是尽着最大的能力前行，将士们也是心怀陛下。对，常伯所言极是，到时候咱便如实向陛下交代。两位大人，京师之围既然已解，咱们附近也就没有什么威胁。这样，明日我先派一支先锋抵达京师去，探探陛下的口风。两位大人觉得如何？老高，这外面是在干啥？叽叽喳喳，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大人，外面来了一大群的官员，吵着闹着要见您。属下撵过他们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不愿意走啊。官员，他们来找我干嘛？您现在可是咱京师炙手可热的人物了，听说陛下亲封您为国公，很多粉丝争相等着排队挨突突呢。去，小孩不让看。本都日理万机，哪有那个时间？从来没见过如此嚣张之人，排着队等突突。想来也是，闯军围困京师这段时间，导致许多位置空了下来。位置空了，自然就会有人往上堵。此时的虾仁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哦，老高，等等。嘿嘿，大人，这件事就交给属下，您就放心吧。高兄，是我啊，锦衣卫的狗蛋子，小时候咱们可是一起玩大的。高大人，您现在可是总督大人身边的红人，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去，你这点也好意思拿得出手？高兄，下官年运十脏通，一点意思，还请高兄替我向总督大人说说，能不能引荐引荐？这些官员中不少人的官职甚至比高文采还要高，可是一口一个高大人，一口一个下官的，搞得高文采都有些不好意思。要不是身上带着任务，他正想把这些人全部给抓起来，狠狠地抽打几鞭子，以解心头之恨。诸位大人不要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要不换个地方？半个时辰后，一群官员面色红润，十分满意的从偏房里走了出来。等他们走完，高文采一脸笑意的从衙门里走出。听说了吗？总督大人公开买官卖官，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说是什么一品大员5万两，二品大员3万两，就连小小的百户官甚至都有价格。我可要抓紧了，我是钱庄长，我父亲也是钱庄长，我儿子这就有机会继承了，一家3代都要搞钱庄。不少官员开始频繁地来往于钱庄、当铺之中进行取现，导致京师之中的钱庄压力变得不小。李邦华听着自己的儿子说着京师中盛传的买官卖官之事，气得吹胡子瞪眼呢。刚听完，便气着进宫面见皇帝去。跟李邦华有如此反应的可不止李邦华一人，工部尚书范景文、右副都御史施邦耀等人也是义愤填膺。在他们看来，虾仁是疯了，想银子想疯了。范景文本就不喜虾仁这段时间以来的铁腕手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气冲冲地来到宫里，准备参虾仁一把。陛下，还请陛下圣裁。各位爱卿，还请稍安勿躁。大办，你出宫去问问，这小子有什么事也不知道，事先跟朕通气。老高，你可知道张家口？大人，您说的可是宣府的张家口堡？为何突然提起？本官听说这张家口堡有许多商人，而且这些商人干的事有点人神共愤。大人，还请您为属下麾下51人做主吧。高文采瞬间泪流满面。原来早在崇祯11年清军第4次入关之时，锦衣卫便已经察觉到了张家口堡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或许跟清军有所关联。就在我等有些收获的时候回京复命，朝廷突然下令将我们给关押了起来，一同前去的一整个总旗的人全部被秘密处置，要不是李若恋的担保，卑职也是。老高，他们私通鞑子，你可有证据？都被毁了。传令新经营，明日启程张家口堡。大人，您是不是再想想？这件事可不简单。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不就是那些人在朝廷中有人吗？至于有哪些人，恐怕猜都能猜得出来。不过这些人十有八九已经被咱们给咔嚓了，怕什么？就算他们没被斩，这次我也要把他们给揪出来，让这群害群之马为大明牺牲的将士们谢罪。作为一个后来人，可是十分清楚张家口那些晋商们都干了什么好事，甚至是在达子皇帝入关后，第一件事便是封赏这些著名的汉奸晋商。这足以见得这些人对满清鞑子有多大的贡献。大人，上次你教属下说的，属下可都原封不动的说给那些人了。这2天京师中都快传疯了。大人，属下担心陛下那里。给你们，给老子追！不必节约，我不想看见完整的。放心吧，都督，老高起飞。哈哈哈！孩儿们抢的最多的重重牛赏。这可就归我了。哼！出居庸关不久，虾人一行人便来到了怀来卫城外。此时的怀来卫城门大开，城墙一片破烂不堪，城中还不时地传来哭泣之声，不少的建筑还燃着大火，街道两旁不少的百姓尸体随意地摆在地上。老人家，这里到底发生了何事？可是流寇所为。你们是当官的？怎么，我们不像当官的吗？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都督的为官之道了。为官之道很简单，直接来梦幻西游体验一下吧。还没当过官的各位，可以听我稍作解读一下这个官职系统。有专属官府坐骑和外官，而且还有官职称谓，每月还有俸禄。你要说穿越了也没毛病。都督，这要怎么玩？分为3个板块，一个是文道册，一个是武道册，一个是文德册。官职就不一样，所得俸禄也会不同。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完成一些相对应的任务，自己上线体验一把，就知道为官之道的乐趣了。不是刘贼，是鞑子，是蒙古鞑子。哼，狗日的鞑子，还真是无孔不入。你们算是踢到棉花了。给老子追！一听蒙古鞑子刚离开不久，虾人心中的怒火早就按耐不住，问清楚了蒙古鞑子走的方向后，便带着麾下骑兵追了回去。叔父，咱们真的要走吗？离开了马谷口，咱们可就真的没家了。未必有鞑子，周遭还有刘匪马贼虎视眈眈，咱们再待下去，恐怕性命不保了。快，敲响警钟，有敌袭！力巴，这小小的一个军宝，你要跟我抢吗？哈哈，阿布达，这次出来前，咱们可是说好了各凭本事的，我可不会让着你，给我冲！偷袭！大人，前方有鞑子正在围攻军堡，干他丫的！有埋伏，快撤！快撤！快撤！咱们上当了，狡猾的汉狗！两人一马当先，带着各自的队伍转身，奋力地朝着两边跑去。这东西给你们，给老子追！不必节约，我不想看见完整的。放心吧，都督，老高起飞。哟，还会射箭呢，这是压力给不够。老高，你行不行啊？气够。你倒是给老子跑啊！还有你，这种情况下，不过2刻钟，战斗便彻底结束。骑兵营的将士们脸上挂着兴奋之色。明君威武，大明万圣，牙哥牛皮，
跟着本都，以后这种胜仗将数不胜数。终有一天，本都会带着你们杀到满清鞑子的老巢里去，彻彻底底的扬眉吐气一回。老高，去把这地方带头的给我带来。下官大明万全都司下辖张家口守备官张勇见郭大人。哟，你还知道自己的大名的官啊？听说李自成来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大人冤枉啊！大人，那时上至宣府总兵大人，下至万全都司都指挥使大人全都降了，军令所致，下官没有办法啊，还望大人明察。想不想活？从现在开始，本都叫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知道吗？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家斌、田生兰、翟唐、黄云发这8人可在张家口保。怎么有难度？下官不敢，这8人现如今都在。范永斗可是满清鞑子亲封的8大皇商之首啊，就先拿你范家开刀。请问这里是范家吗？你是何人？奉总督大人之命，给你们点温暖。拉开环之后，立刻就给老子跑！这个范家有点冷，牙哥给送点温暖吧。毕竟远离京师，感受不到都督的关怀，我这就去。我操，老高，你别抢！在外面到底发生了何事？打打，吵吵闹闹的，我都快烦死了。老爷不必理会，来了一个什么总督，说是送什么温暖，切！近日这眼皮一直跳个不停，不行，肯定有事发生，我得赶紧去看看。请问这里是范家吗？你是何人？奉总督大人之命，给你们点温暖。拉开环之后，立刻就给老子跑，听到没有？好险好险，吓死宝宝了！这该死的老高，我还没喊开门，流程还没走完呢。大胆，你又是什么人？不知。算了，直接送吧。哦，果然，大户人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处处都是罪证。小伙子，功夫不错，师承何处？回大人，祖上乃是县镇之君。怪不得是个人才。有没有兴趣留在我身边当个亲卫？草民愿意。你们先出去下。这些东西感兴趣吗？大人，这些是何物？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听我给你吹，里面有详细的说明跟用法，可明白了？属下明白。召集一下你值得信任的人，身手要好。你负责训练，我会提供给你所需要的一切物资跟训练的方法。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保密，但是有个条件，也算是一个要求，你需要慎重考虑。草民全家都是大人所救，愿为大人所命，誓死追随大人。从这一刻起，你不再是你，也不是任何人，只听命于我，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你的消息，只能存在暗处，成为本都影子，也是最大的后手。当然，我会保你全家老小，能做到吗？项羽的一条腿能换来一个千年世家，今日属下愿放下一切，赴汤蹈火。很好，本都的命就交给你了。大人，范家的人除了不能喘气的，都关起来了。还有这个，果然不是什么好人，居然私藏如此罪证。去看看，谁是范永斗？本都不喜欢废话。大人，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范家的人啊。范永斗去哪里了？范家好像有个地道。老高追，牙哥给剩余几家也安排上。很快，牙哥便扫荡了其他的家族，及时的送上了温暖。不过其中也有一家抵抗甚为激烈，那便是王登库的王家。王家地势较高，在得知消息后，更是在府门后布置了巨石，就算炸开了大门，一时之间也冲不进去，急得牙哥直挠屁股。都督，属下无能，这王家全是大石头，整得跟王八壳子似的。都督，是牙哥担心手下的兄弟们出现伤亡，虽然我身手不如老高，不然我再带队他冲一次吧。
既然他们不想活了，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今天这王家老子抄定了，耶稣来了也留不住他。我说的，守得这么严，里面肯定富，这波指定不亏。趁此机会，先给大家安利个福利：换季买大牌潮服，上市货 APP 替你找底价。冠军 F426 李宁短袖卫衣会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走势，当前平台补贴比店铺底价更划算，并且渠道精致简筛选，走更多款式进评论区，新人送福利。牙哥，王登库这些年通过和北边草原和东边满清鞑子的合作，赚的是盆满钵满，短短数年积累下的家产，甚至超过了之前数辈先人所积累的财富总和。看着城外的明军久久攻不进来，王登库乐开了花，直言自己这些银子花的值。老爷，外面哒哒哒哒的声音太可怕了，咱能守得住吗？嘿嘿，你这以为老爷我傻？放心，只要咱们坚守住一天，咱们的援军便到了。事成之后，老爷我每人赏银100两，米50石。可还没等王登库高兴太久，开炮！对于这些害虫汉奸，虾人可没有半点心思手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轻点，轻点。这老小子真的肥啊！不错不错，这么多金子也不知道系统还能给点啥。老高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消息？这边也完事了，牙哥去看看。本官只问一遍，范永斗刚刚往哪个方向逃了？大人，十有八九是去星河了，那里有不少的真打子。追！都督有令，活捉了他。是打子，大人小心。是咱们的援军，是满清兵。儿子，快一些，咱们有救了。居然是明军，有点胆色。废话少说。哈哈，是咱们的援兵到了，掩护高大人撤退。偷袭！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他们伤我兄弟，你还想跑？留着，这货的地位不低，带回去给都督。这玩意也能看出来。狗达子的皇室长得都差不多，跟他们野人是个。大人饶命！我知道满清的内院大学士范文成在哪。我问你了吗？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都督，大鱼，老高怎么样了？性命无碍。你是老奴哪一脉下面的？还皇亲国戚，看来也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主啊！卑劣的汉人，我大清的8旗铁骑不日就将南下，彻底将你们这些民人们除干净。果然，这满人还真的就要南下了，压下去，等老高好了，陪他乐呵乐呵，把这些奸商搜刮干净，准备回京师。我该看看系统了。老高，我这也是逼不得已啊。审讯不是我强项，实在是抠不出银子，咋整啊？这还不简单，都督曾经说过一次，准备一块大铁板，下面放上炭火，墙壁周围涂上油，让他们尽情的舞蹈吧。这确实有些新颖。对待他们不用过于仁慈，如果不是这些人，大明何至于此？你不是狗吗？怎么变成狐狸了？恭喜宿主，由于金子充沛，解锁了更多姿势。这么不是应该解锁更多武器吗？你给老子造了！解锁更多姿势，有助于更好的为宿主提供服务。谁不想拥有一个小妲己呀？感谢大自然的馈赠。能用吗？
接着奏乐，接着舞。嘟嘟，饶命啊！我再也不敢贪污了，我真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大明对我的培养啊！你不是知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都督，为什么这些贪官台词都是统一的？没被抓之前干啥了？怎么一个个都在后悔？他们不是在后悔自己的行为，只是后悔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只有我被抓了而已。这些人真的菜，要是我当权，毛片、蒙片，看红灯区开，耍钱的场子搞，什么赚钱来什么，什么快乐来什么，哪还有什么贪污腐败？牙哥，你祖上是姓侯吗？都督，刚刚在春风楼抓到一批，时间特别短，还不给钱的。以后这么短的就不需要跟我汇报了，直接突突了。放我一马，我是主播，放我一马，我是主播。都督，你这衣服看起来很新潮啊！趁此机会，先给大家安利个福利：换季买大牌潮服，上实货 APP 替你找底价。冠军 F426 李宁短袖卫衣会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走势，当前平台补贴比店铺底价更划算，并且渠道精致简筛选，搜更多款式进评论区，新人送福利。姿势好字，这意思就有点太什么太？人有所操的含义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坚持原则和道德准则，不随波逐流，保持清醒，不被外界诱惑所迷惑，坚持自己的原则。原来如此，我还以为都督要所有人，这身体能跟得上吗？去，小孩不让看。系统，恭喜宿主解锁新的姿势。你怎么肥4到底能不能用啊？宿主的问题权限过高，拒绝访问。那就是有的搞了，什么时候能解锁这些装备啊？只要多多的金子就可以了。系统平时能出来吗？你已获得权限。走，去兜风。都督，这个好。搜刮的怎么样了？铁板果然有效，下次再有黑子，全部安排上。都督，最近评论区又有好些个排队等着突突的，什么时候安排一下？先回京师，等把这些人都拉到广场上。此时的朝堂上争吵不断，范景文跪倒在地，嘴中朗朗乾坤，头不停地磕在金砖之上。崇祯一阵阵的陛下，请陛下治虾人之罪啊！范部堂所言极是，眼下闯贼虽退，可整个北方乱成了一团。山东运河也被刘贼阻断，陕西、山西、河南都在闯贼手中。此时此刻，我大明仍然危险啊，陛下。是啊，陛下，这虾人来路不明，如此年纪便心生高位，击退闯贼，更是以为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居然敢倒行逆施，行此天地不容之事。陛下，您要惩处此贼。够了，这虾人可是太祖派来拯救大明的，这些人真的是，够了。他这些行为自然有他的道理，谁敢再说？别怪朕不留情面。范景文一看，崇祯皇帝居然如此混用，气得瞬间眼皮一黑，晕了过去。这天下乃是朕的天下，何人能威胁朕？来人，将士帮要革除所有官职，押入诏狱，等待处斩。陛下不能如此啊！皇上如今岂不是寒了臣等的心了？户部尚书倪元禄、左都御史李邦华、大理寺卿林义渠、刑部侍郎孟兆祥、兵部侍郎王家燕纷纷站了出来，可是崇祯却更加的怒火丛生，他一双眼眸紧紧地看着这些大臣。皇上大捷，虾总督宣府大捷。哈哈哈，果然是大捷啊！在下皇爷，要不您歇会？1000多万两，听说有1000多万两啊！不歇，朕不累，朕一点都不累，真要在这里等着。免礼，诸位爱卿免礼，咱边走边说。
陛下，此次……一边走，崇祯还友善地询问起张家投保之行的收获来。虾仁没有丝毫隐瞒，依次说了出来。可恶，可恨！照你这么说，掏了不少银子吧？听说至少1000多万两。走，咱们去看看银子。说实话，不怕你笑，朕自登基17年来，还真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都花了。花了。花了。陛下，陛下，快传御医。行了，你别哭了，不就是银子吗？贪官世家生蚝有的是，这些银子我有大用，又不是留给你娶媳妇的彩礼，花了就花了。那可是1000万多万两的银子，能选多少次妃呀？陛下放心，银子绝对是花在了刀把上，租了个豪车拉妹子兜兜风而已。你可真不禁斗。如今大明柔弱，整个北方更是兵力堪忧，鞑子不久就要南下了，我需要准备更多更强大的武器。当是如此，当是如此。陛下在审问范永斗等人之时，他们透露出了一件事：满清南下劫掠时，关于袁绍师兵部尚书、宣大总督卢象升之事。这件事在虾仁心里也有着非常大的遗憾。在后世看着书中那些大明将帅们一个又一个的陨落，马贵、大嫂曹、马祥林、卢象升、孙传庭等，跟他有什么关联？卢督府在任宣大总督之时，已经触及了满清的痛处，伤及了根本。晋商们更是花了大价钱买通朝廷官员，获取朝廷情报。巨鹿一战，卢督府被围之时，高启乾明明就在50里外的基泽，手中更是掌握着最精锐的关宁铁骑，却不肯出兵。卢督府在鞑子的轮番攻击之下，双方整整激战2日，甲下身着麻衣，身中数箭，最后直到卢督府走后，朕才恍然大悟，冷落了忠臣，可是为时已晚。这种自毁长城的事，以后不能再干了，不能让忠臣们流血又流泪。还请陛下下旨追封卢督府爵位，世袭罔替，蒙其子孙官职，鼓舞军心。这次不是俘虏了这么多鞑子吗？明日斩首，提整军心。巴斯哈此人不可杀。你说，要是把巴斯哈已经投靠朝廷的消息传出去，这满清人会是什么感受？虾仁诛心，虾仁诛心啊！诸位大人受苦了，虾仁在这里给诸位大人们赔个不是。呵呵，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今大明王朝已经大下将倾，在下虽然侥幸力挽狂澜，但是这天下仍然是一片混乱。整个北方朝廷实际控制的省份，恐怕也就只有京师顺天府了。于是就把我们关了起来，然后等着铁板舞吗？朝廷由下到上的腐败，诸位大臣不可能不知，已到了不破不立之时。可是陛下有顾虑，有阻力，诸位大臣更是牵连甚重，顾虑不小。可唯有我无牵无挂，所以这大破之事也就只有让本虾来做了。诸位大人放心，此次买官事件是我的计谋，为的无非就是银子，还望各位委屈一下下。我不是针对谁，毕竟现在的朝廷少了你们几个也出不了什么乱子。开玩笑，开玩笑的。终于不用烤铁板了，嘟嘟嘟的，吓喜宝宝了。来人，给各位大人安排上。搞错了，吃的，安排吃的。我就说大人不能是这个意思。我谢谢你，大明人自己的蝙蝠侠。辽东官兵安置百姓，重建经营，安抚百姓所要花费的，恐怕在场的诸位大人比虾某更要清楚。其二便是清除这些大明的蛀虫。果然，在场的大臣们听着，纷纷陷入了沉默之中，就连最为愤怒的范景文也陷入了沉思之中。众大臣再次看向虾仁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佩之思。你们怎么进来的？国公放心，无婢小婉，她是小翠，我们俩是皇后赐给您的婢女。皇后娘娘说，国公爷身边全是一些大老爷们，照顾起居太过粗心，便把我俩给赏给了您。停！国公这是怎么了？是嫌弃我俩吗？是啊，国公娘娘说了，若是国公不要我俩，便要将我俩赐个小宦官做对使。国公，求求您了。本国公还不太适应，这样你俩先留下，日后再说。
牙哥，你今日犯了一个大错。这一大清早的，突然站2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你面前，你是什么感觉？当然是非常有感觉。28家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人骨髓枯。当然是先送上温娘再说。他俩手里拿着皇后娘娘的手谕，所以属下就没看出来你还是文化人。虽然我很想，但本都无法信任任何人。你还年轻，记住以后不要放任何人进来。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不得不防啊！都督吴三桂回来了，国公爷。我操！陈圆圆呐，你把他藏哪了？都督，冷静，冷静。早上您不还是义正言辞的吗？此生何用声声叹，道不尽流年。你还年轻，这是情怀，是心结，是有温度的江河，是曾经趟过的浑水，是暗淡无光日子里的良药啊！国公爷。我操！陈圆圆呐，你把他藏哪了？牙哥。哦，走曲。欢声快乐无不磨磨唧唧，来这么晚，你跟我俩玩暗中观察呢？你小子不要不识抬举！最后问你一遍，陈圆圆呐，不然就把你突突了。在来京师之前，吴三桂的内心是绝对的骄傲的。在他看来，关宁军和他手下的辽东军作为大明王朝唯一的精锐，崇祯皇帝是不可能把他们怎么样的。然而，吴三桂身边的这些辽东将领们看着眼前这一幕，早已经吓得屁滚尿流。公爷这是敲山震虎啊！我说今天怎么舍得子弹了？别打了，别打了！从今天开始，我吴三桂决定了，死心塌地的跟着镇国公。我跟陈圆圆不过是一面之缘，我这就派人把他请来，献给国公爷。算你小子识相！怎么样，查清楚了吗？回大人，昨夜一共抓获了1127人，其中有官位在身的726人，所有涉案人员已经全部缉拿归案。现在锦衣卫正在挨个查抄犯人府邸，现已查抄413家，共抄获白银1156万，黄金35万4千两，牵连甚广，怕是会有些问题。毕竟陛下都不敢这么做。世家是一个大团体，可以得罪一个人，但是不能去全部得罪。大人，考想的是，后世的人恐怕很多人都是知晓的，就如同李自成一样，他进京以后的考想便是得罪儿了世家，最后更是在京师草草待了40来天，便灰溜溜的逃了出去。但是这跟本家没有丝毫关系。枪杆子里出拳，只要你的拳头比他们硬，那么他们就会反而怕你。我明白怎么做了，还望都督给我拨一些银子，我这就让锦衣卫的兄弟重操旧业。都督，吴三桂求见。奴婢陈圆圆拜见镇国公。好了，小桂子，你可以出去了。讨厌，讨厌死了！陛下，如今朝廷官员奇缺，臣建议从金陵调派官员进行补缺。另外一些政绩不错的地方官员，也可以酌情提拔入朝为官。尼布唐所言极是，眼下6部以及大理寺、督察院等缺少官员都很严重，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应当迅速补齐。夏国公，你可有什么意见？诸位大人们说的有理，这件事不能再拖了。那好，大办，宣旨吧。啥事啊？不能在朝堂上说。幸好我心领神会。乾清宫，崇祯听着虾仁说着江阴81的历史，一会热泪盈眶，一会捶胸顿足。忠臣啊，这些都是忠臣啊。这严英元、陈明玉、冯厚敦3人现如今应当还在江阴吧？大办，传朕旨意，宣3位英雄入京面圣，朕要亲自见见这3位大明的英雄。他们现在不过是不入流的小吏，你将他们召来说些什么呢？夸奖他们1年后抗击满清鞑子，还是告诉他们大明已经亡了呢？这说的是朕思虑不周了。不止严英元3人，后世比较出名的还有赌印熙、左茂帝、顾炎武、张煌言、郑成功等人。我觉得这些人都可以重点培养一下。我建议将赌印熙升任安庆巡抚，节制左良玉军，而左茂帝，我觉得让他出任应天巡抚比较合适。
另外，我建议调总督吕大器提督金陵经营，金陵城中的经营也是时候该整顿整顿了。严应元、陈明玉、冯厚敦3人。提议甚好，你对他们的未来比较了解，这些人的安排就全听你的了。真是太土地幼啊！朕直到今日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陛下，听说你前几日命人将眉山上的歪脖子树给抄了啊？是王承恩干的，就是他干的。哼，巴斯哈这个废物，就是一个简单的运粮任务都能损失咱们大清这么多的勇士，不是废物是什么？这一季运粮的任务确实十分重大。去年冬天，辽东的大雪让无数的牛羊被冻没了，如今的满清粮食奇缺，就连八旗兵们都不得不紧衣缩食，就连他本人。听说都已经降了大命，这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来说是天大的耻辱。陛下，睿亲王、正亲王，各位王爷，卑职倒是觉得巴斯哈降命这事有没有可能是明军故意而为之，并非巴斯哈的本意？没发现你这奴才还是挺会说话的吗？行了，如今之计是解决眼下的困境。根据消息，明廷虽然击败了李自成，可是自己也不好受。整个京师之中可用的兵力不足3万人，就算加上辽东兵，恐怕也不会超过10万人。本王觉得这是一个南下的好机会。赞同，咱们这次就打远一些，就明军那点残兵，还能挡住我满清勇士？种地养羊来的简直太慢了，还是抢来的最快。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高声暗皱眉。鸳鸯背离成双对，一束梨花压海棠。可怜数点菩提水，倾入红莲2半中。与此同时，随着一阵低鸣的号角声，鞑子开始攻城，3座城门同时发动进攻。这是陈明玉也是眉头紧皱。大人，只有北门外没有一名鞑子防守。这是满清八旗惯用的伎俩啊，围3却1。不过这样做可不是打算放城内百姓一条生路，相反，全力做好防守，不要想着其他。传令孙继远，让你的麾下重新列阵，继续攻城。大将军，将士们刚刚败退回来，是否能让他们休整休整再杀？哼，一群废物也配收血，不知好歹的东西。王爷，这孙知远仗着有和洛会那狗玩意的撑腰，现在简直是不把王爷放在眼里。要不这次让他们……不行，再怎么说他也是正儿八经的奇迹。若真是在这里全军覆没，回去后多尔衮肯定不会轻饶了我。那王爷，您这是……国公，咱们是不是要换个方向？看样子前方不太安稳啊。北边军情紧急，说不定此时的鞑子已经破关南下，都有可能。要是绕路，至少要耽个1、2日的路程。放心，本国公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看着眼前这座已经破烂不堪的遵化城，豪格的眼神已经快喷出去。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居然阻挡了豪格整整4天之久。期间，鳌拜多次派人前来传信，请豪格速速南下。若是不拿下这小小的遵化城，老子在满人之中将沦为笑柄。这多尔衮却像没看见一样，继续南下，摆明了是等着看我的笑话。今日应该可以拿下遵化城了，让奴才去攻吧。去吧，攻入城后，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奴才遵命。听好了，城墙上的兄弟，没必要拿着假剑吓唬我了。我知道你们压根已经没见识了。我大清天军势不可挡，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只要你们献城投降，我保证不杀一人。如若不然，破城之后……呸！你个狗东西！老子看你连自己是谁的种都忘了，狗汉奸！狗汉奸，滚回去！爷爷们就算是没了，也不会投降。你的狗主子是什么鸟样，爷爷们清楚。有本事就来，看老子砍不砍你就完了。陈明玉一边听着，一边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虽然他明白下一波鞑子的攻击将有多么的猛烈，但是他也一样，丝毫不惧。汉人绝不为奴。攻城！攻入遵化后，不留一个活口。誓死不退，誓死不退，誓死不退。
陈明玉被一名打子踢飞，直接晕倒在了城墙边上。虽然有大量妇孺老人的加入，可是对于打子来说，也就是多一点点的时间。守城的青壮百姓也全都靠着一股子气给顶住。虽然他们心里都明白，遵化城守不住。你们的7级女儿，老几一个都不会放过。报，摄政王即命将军速速向瀛州靠拢，不得有误。什么？现在让老几这？多尔衮到底想干什么？多尔衮大军可是有10几万，合着剿灭明军那点兵力，就差自己这1万人。哼，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我豪格出走吗？算你们好运，撤！快，找一名骑术好的，跟上达子。给老子轰！开跑！对线哪有偷家刺激？你在前方打的哭唧唧，我在后方偷的笑嘻嘻。牙哥去队伍后方看着菊花。都督，菊花是什么？老高让下面的兄弟准备，满人的城不搜白不搜，你这腿脚不方便，看着就行。李律泰心又凉了一截，整个西城门附近的城墙破损极其的严重，不少的地方的墙砖都已经掉落，夯土也被击打出了一个大洞，甚至城墙平面上也已经有了微微的塌陷。敢不敢给我比划比划？出来干枪！李帅太，不是本官看不起你，出手吧。老高，你这能行吗？你这就算是血，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么年轻，可惜了，接招吧。啥也不是。高将军威武，国公威武，高将军威武，国公威武。都督大喜啊！刚刚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小可爱。哟呵，这不是小李子吗？挺能跑啊！放我一马，我是主播，放我一马，我是主播。牙哥记你一功，回去赏2套肉夹馍。现在没空处理他，给做成标本，挂到后面，回京师再说。太残暴了！大人，后方来报，遵化城因为达子南下，守住了。不过达子会合之后，这边菊花被捅了的消息，怕是也传回去了。万一被夹击，您的安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新款温暖安排上。牙哥，怕不是有点痛啊？对。多尔衮对这个皇位可是觊觎已久。他带领满清8旗大军刚刚入关不久，关内的明军居然反其道而行出了关。李亲王、郑亲王，你们怎么看？回皇太后，如今之计，必须将此事火速传给关内的摄政王。另外，朝廷也应当立刻召集军队前往救援。不错，这支明军也不过2、3万人，却想来围魏救赵。不过咱们可不是内卫国，臣觉得咱们应当火速召集兵马，将其剿灭。这就不得不让布木部太多想了。听后，布木部太也觉着有理。如今满清大军大举南下，这群明军不思守土，却北上，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传令，全军在此休整，打曹谷者不得超出200里，等豪格会合。摄政王，这个豪格也是废物一个小小的遵化城，居然打了这么久。鳌拜，话可不能这么说。摄政王，急报，根据探查，今日一早，通州城外忽然出现1至2万余人的明军。根据刺探，这2万人很有可能就是虾人最新组建的精英部队。据传，这虾人，四纳曹贼，喜好人妻。王爷，末将愿领麾下精兵，为大清剿灭此贼。话音刚落，洪有德便率先站了出来表忠心。多尔衮看着他点了点头，十分的满意。一个汉人奴才都站了出来，多等满清王爷将领们也不愿意落后，纷纷站了出来。哼，一小股明军而已，孔有德便交给你了，继续南下。回王爷，奴才这2天派了不下100人去益州卫打探，无一例外，一个都没有回来。戴上闻言，紧皱起了眉头来。这种迹象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你们说，这益州卫破了没有？
王爷，益州卫城墙虽然比不上辽阳，可曾经也是重镇，想要这么快的速度拿下，怕是不可能吧？如此，那何？本王命你率1000精骑作为先锋，先行打探。不愧是老狐狸，这一路上若是说有什么地方还比较危险，恐怕也就只有这驴山了。讷河领命，没有任何犹豫的前行，便冲到了队伍的最前。大人，咱们是不是太过谨慎了？这是主子亲自下的命令，再发牢骚，小心吃鞭子。哟呵，都督，这些狗达子还真是谨慎啊。不过跟都督比起来，这一战很有可能永载史册啊。谨慎有用的话，还要大炮干什么？青捞慢起勺沉底，牙哥你手可别抖啊！王爷，你听，宝贝，是大宝贝。我保你妹啊！这都碎了，可惜了，这些都是军功啊！我就说，怕不是有点痛哦，这可比上次老高送的温暖热乎多了。救命呀！救命啊！阿玛，哪个小可爱送的大温暖？我快要化了！谁救我？我的财产都给他！谨慎的带扇就这样化为了齑粉，伴随着一阵阵的惨叫和爆炸声，大批的鞑子犹如一个个火人一般横冲直撞，凌乱不堪。让温暖再飞一会，一个不留。剑指圣经，剑指圣经，剑指圣经，剑指圣经。只剩金枪少妇不母太安定了，但他飞就到屋里，明明是安心有责。我一春风接过客，温暖要得来心色。三生有幸碰到你，出手还得是高歌。他飞就到屋里，明明是安心有责。你俩隔着玩呢？咋了这是？老高要跟我抢不太那个少妇。就一个，你俩咋分啊？都别争了，别因为一个女人影响了你们兄弟的感情。还是委屈一下我吧。这年轻人，我操！听下某一句劝，你们还年轻，把握不住。多尔衮都搞不定的东西，你俩就别指望了。那多尔衮在都督面前就是个菜鸡。这个人还是很强的，你们只是不了解这个人的可怕之处。如果不是遇到了我，你们又是何等的结局？先不说这些，听说那个大玉儿长得倒是不错。盛京满清皇宫勤政殿内，一众满清大臣们坐立不安，站在最前的辅政王齐尔哈朗更是眉头紧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整座大殿内鸦雀无声。皇太后，大事不好了！广宁被明军围了。你在胡说什么？2日前李亲王才带兵3万帮助代善前去剿灭明军，明军怎么可能出现在广宁卫？区1-2万的明军会打不过？小的绝对没有乱说。2日来，经过不停的打探，李亲王怕是全军什么？全军覆没了。李亲王带着的可是咱们大清在辽东仅有的一支大军，若是真的出了事，那太后还请快下旨召大军回援啊！一众满清大臣们慌得如铁锅上的蚂蚁，不停地说着，整个勤政殿里如同菜市场一样。此时的布木布泰可还不是后世的那个孝庄太皇太后，她此时的内心也十分的慌张，不由得看向了齐尔哈朗。郑亲王，你可有主意？皇太后，我辽东各城虽然兵力不多，但是凭借着城高墙厚，明军区1-2万人，后勤乏力，绝对不可能攻大城的。让辽东各城戒严，坚壁清野才是。明军单兵突入，后勤补给肯定是一个大麻烦。他们来得这么急促，没必要太过害怕。多尔衮站在大营之中，时不时地看向了外面，眼神中充满了贪婪。哼，明狗愚蠢，凭什么占据这么好的土地？这些良田迟早都是我大清的。这么多天了，没有消息传来，你觉得德州城下那2万明军去哪里了？但说无妨，本王绝不怪罪。回摄政王，臣大胆猜测，他们恐怕去了辽东。虽然他到现在都不相信明军敢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他也不得不谨慎。辽东那可是满人的龙兴之地，要是出了问题，首先满清八旗这边没办法交代。
陈安，骑兵出关打探，其他各路留下一大部分兵力，只能在山东境内活动，等待确切的消息，不得再南下。一进土堡，便是一堆一堆的金银随便摆放在地上，金光闪闪，十分喜人。哦，这多尔衮还真是个大财主，这得有多少？这下多尔衮得牙疼了。这里离圣经这么远，这银子大概都是达子抢大明百姓的。达子掠夺的时候，肯定不会携带家产，这些可都是大明百姓的血汗啊！想到这里，虾仁心头就一股子气升了起来，也不再去看多尔衮的宝藏，而是传令全军前去圣京城。使不得，大人，毕竟这圣京城可不是一般的城池，城高墙坚不说，里面还有一定的达子，您的安危最为重要。荒鸡毛，咱就是去看看大玉儿，顺便送点温暖。这么多金子，不花白不花，该安排的必须安排上。辅政王，圣京城墙抗得下来吗？这些明军用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看起来挺吓人的。布木布泰不是很懂军事，可是他知道，若是圣京有失，对于大清的打击绝对不会小，大清朝廷的脸面也将荡然无存。齐尔哈朗的心里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打鼓，尽管如此，还是催促道：皇太后，远处的明军阵地已经开始有所动作，还请速速离开。布木布泰闻言，也只好无奈地退了下去。行军打仗，向来就不是他们这些女流之辈的事。布木布泰刚走下去不久，城外明军的阵地上便猛地响起了炮声，炮弹争先恐后地朝着圣京城墙轰来，不断地发泄着大明这些年的愤恨。都督为什么都喜欢晚上偷人了？月黑风高，当然是偷袭的好时机。老高看你的了，牙哥，对大人要寸步不离。随着明军大量的涌入，整个圣京城内的厮杀声瞬间就响了起来。大量的鞑子大臣、皇亲贵胄带着家丁奴才们涌上了街道，与大明士兵厮杀了起来。鞑子的皇宫本来就不大，城内的厮杀声很快就传进了皇宫里。小皇帝一脸害怕地拉着布木布泰的裙摆：“母后，是不是明人打进来了？母后，咱们该怎么办？”而此时的布木布泰远没有后来的孝庄皇太后般的头脑，此时的他内心也是慌的一批，毕竟是科尔沁草原子女，皇太极的庄妃，大场面还是见过不少的。他极力地让自己冷静了下来，传令皇宫侍卫们集合，命令所有的宫女、太监们带上必备的物品，准备出宫。郑亲王，如今城内到底是什么状况？我母子当如何？臣无能导致明军已经攻入城内，如今圣京已不可守。皇太后，陛下还请速速出城北去。唉，难道别无他法了吗？圣京可是大清的国都啊！圣京城内，我大清仅有数千惊慌失措的兵士，而明军士气正旺，我军绝不是对手。太后，陛下圣京不可守，等摄政王领兵而回，圣京定当可以再拿回来。布木布泰不敢再拖，赶紧同意了齐尔哈朗的请求，带着小皇帝福临赶紧朝着宫外而去。传真国公军令，城中鞑子一个不留。兄弟下手慢一些，朕国公重点交代，捉拿大玉儿跟皇太后。而城外虾人也并没有再围困，如今的鞑子已经是惊弓之鸟，能灭多少算多少。虾人并没有打算全歼圣京城内所有的鞑子。山海关那边传来消息，已经发现清军大军由喜峰口方向出关，不日便可以抵达圣京。都督怎么不斩草除根？鞑子已经是惊弓之鸟，没必要做困兽之斗，在大好的形势下令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圣京城内一片狼藉，而明军区别鞑子的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看其头颅，光秃秃留着一根小老鼠鞭的。圣京城内其实也有不少的汉人的，此时的他们为了活命，纷纷把后脑勺的鼠鞭割了，祈求活命。应该是条大鱼。怎么就剩个女的？小的呢？大人，下来吧，皇太后。听见虾人对自己的称呼，布木布泰瞬间惊慌了起来，一双眼眸不停地扫视着虾人来。他深知自己的身份暴露，
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哼！不过此时的他心里多少有些庆幸，毕竟自己的儿子福临逃走了。你如何知晓本宫的身份？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大丰收，大丰收啊！这几乎所有的鞑子黄金贵胄高官们的府邸都在盛京城内，这些人个个肥得流油，光是一个贝勒的府里，咱们就缴获了白银接近20万两。哟呵！这个人本宫要好好单独审问一番。牙哥、老高，你们自由发挥。你要对本宫做什么？大玉儿呢？走喽，下去送温暖去喽。开门啊！国公爷听闻北方寒冷，特意送上温暖。哦。不要啊！我大姑的表舅家儿子的亲外甥的对门邻居已经热化了。你知道的还挺多。西直门这边是我们二祖的宅子，我们不要温暖，把它还给我们，我们是正白。甭惦记了，现在归人民了。好啊，好啊！我泱泱大明被女真蛮人欺压了几十年，终于是出了口恶气了。天佑大明，天佑大明啊！陛下，镇国公与经营将士立下如此不世之功，陛下当赏了。这次终于有银子了，有银子了！朕第一件事就是换一条没有洞的内裤。此次朕定要提前迎接，可不能让他再给花了。来来来，兄弟们该拿的不要客气，金光灿灿的，看起来值钱的都给发下来，要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牙哥论功行赏。既然都督发话了，我就不客气了。为啥就打我啊？你还真把这当自己家啊！速拿速撤，大点干，早点散，跑路要紧。你要是多尔衮看见这个场景，你什么心情？不跑等死啊！这地方我们守不住的。出门装逼，毛没捞到。好家伙，菊花还被掏了，想想就觉得幸福，满意度至少95%。可不敢胡说。我就说牙哥你还有潜力，等会把城墙都给安上，下次再来还能方便些。资本家看了流眼泪，韭菜看了都摇头。我的孝庄啊，我的大女儿啊！摄政王，镇定，镇定啊！听说这虾人似那曹贼，恐怕是。摄政王，摄政王，你丫闭嘴，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你看这大火多美！看着眼前破烂的城墙，听着他最关心的人失踪的消息，多尔衮再也承受不住，晕了过去。你们跑不掉的，多尔衮的大军日行。这，怎么样，老高，来一圈？不可，大人身边岂能没有保护？大人这是要开车了，你可别碍事了。陛下，此次鞑子南下，导致北方的春耕被耽误了下来，朝廷恐还需要一大笔的救灾银子，而这次大赏的银子都还没有着落，臣甚是担忧啊！这封赏之事，事关军心，可不能拖欠啊！这一次封赏的银子就不用户部出了。陛下，您有主意了。这小子也太不上心了，我的暗示这么不明显吗？还是给崇祯这小子留一些吧，这次要是再花光了，估摸着真去挂歪脖子树了。这件事确实是朕疏忽了，这次辽东之行不只是战果颇丰，收获也是颇丰啊。敢问陛下，镇国公是缴获了多少银两？臣也好安排人员和车辆以及库房。你个老要派多些人手，其中散碎银子太多，咱们在辽东又要赶路，根本没时间清理。不过估摸着大概有1000万两左右。这镇国公此话当真？各位大人，在这一批银子里，每一粒银子上可都带着血的啊！我想请各位大人们谨记于心，那就是每一粒银子都要让它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官替大明百姓谢过镇国公。陛下，国公放心，
此时内阁也会上心，严加监管。快看我，快看我啊！朕有些不舒服，退朝。这个，陛下，这就咱俩了，有啥你就说吧。你离京这些日子，咱就剩一条底裤了。我懂，我给你留了，我再给你看个好宝贝。虽然但是看不懂，就是觉得很厉害。你小子这么殷勤，我可真就剩一条内裤了。有日子没见，进步了不少啊！我这一次不仅能给朝廷带来大把的银子，还能解决掉宗室这个尾大不掉的麻烦，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不会牵连到我吧？宗室的问题可是难解决的很。这舆图，朕似乎没有见过啊。您当然没有见过，因为这是世界地图。他妈的畜生啊！小庄啊，我大女儿啊！畜生啊！摄政王，快传御医。而此时的多尔衮想到脑子里的画面，早已化为喷泉。有一个消息，诸位王爷们肯定感兴趣。此次南下之前，陛下曾与我说，大明之所以有今日之乱，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大明宗室的无能为力。由于祖制，大明宗室不能拥有一兵一卒，不能干涉地方。听到这里，一众王爷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虽然吃喝不愁，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权利，就连府中的护卫那都是朝廷指派，明面上归属王府，实际上的操控权还是在朝廷手中。说的好听点是护卫，说的不好听，那就是监视他们的狱卒。陛下跟我说，他打算废除祖制，不仅要让宗室们掌兵，还要给宗室们分封土地，在封国之内的一切全由宗室们自己说了算，这是什么意思？王爷们不会不懂吧？可听着听着，他们就觉得不对了，这件事怎么可能呢？大明祖制不能轻易违背的。话还没说完，在场诸位王爷们的神色就已经变了，全都直接呆愣住了，连呼吸都不敢用力。我知道诸位王爷们不信，不过有一人，钱塘王朱玉建。此时的王爷们都不敢说话了，一方面是怕虾仁这货钓鱼执法，一方面是吓得。陛下已经下旨恢复朱玉建爵位，并赐封的10万平方里，在其封地内自成一国，自募军队，自派官员。郑国公，此话当真？那是自然，不过想要获得这份殊荣，那也不是谁都行的，必须是为了大明做出过贡献的人才配拥有的。这是什么意思？王爷们懂的。什么？这吕宋岛上遍地是黄金，你说要分给藩王？不行，朕不同意。这么大块岛屿上这么多的荒漠，啥也不是，分给藩王做封国，朕看行。狗日的，倭国有这么一大座的银矿，还来咱大明打秋风？依朕看，这什么银剑银矿不错嘛。我说您先别激动，王公公还烦请你去叫一下内阁，诸位大人们来一趟。好坏呀，我好喜欢。如果这个地方的坏人都可以过得这么舒服，为神要做一个好人呢？会不会太没有道德了？道德是用来绑架别人的，不是约束自己的，不然怎么坑银子养你？我先去忽悠一波，这些人看起来就很肥。宿主加油，更多姿势正在赶来的路上等你哦。这件事今天我便当着陛下和诸位大人的面讲个清楚。这次的事情想要顺顺利利的，也少不了他们的帮忙。藩王们封国的事情，想必诸位阁臣们都清楚了。没错，这件事是真的。可是国公，这不符合大明祖制啊！历代藩王割据可向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啊。如今大明本就内忧外患，宗室们若是再这么一闹，这怎么得了？陛下，国公，这件事可要三思啊！诸位阁老，我是说了给藩王们封国，可是你们哪只耳朵听我说了？我要将大明的土地分封给宗室藩王们了。国公，你该不会是信口开河，给藩王们画大饼吧？可这样的话，藩王们可不会认的，而且这有损朝廷的脸面啊！这一块就是咱大明，你们再看看，这里都有大片的土地，怎么？你们还觉得咱们大明大吗？国公，你的意思不会就是要把藩王们分封到这些藩外之地吧？这跟流放有何区别啊？你们也别小瞧这些地方，那可不是什么不毛之地。
这一块区域盛产粮食、黄金、橡胶等物，这里的水稻1年3熟，1亩田的收成赶得上江南良田的5、6倍收成。而这里看着荒芜，可这里却十分适合大规模饲养牛羊。另外，这里还有大量的铁矿等金属，人家就算不种粮食，光卖这2样就够了。再说说这边昆仑奴，你们都不陌生吧？他们就是这里的原住民。这块土地那也是资源相当丰富，很大一块土地，地势平坦，居住并没有任何问题。至于最西边这块，这里虽然有不少的小国，咱们口中的红毛鬼、大小佛朗机便是这里，他们也是除了咱们大明外最有实力的一个地方了。诸位阁老们，你们说说，这么多的土地，你们觉得不能拿来分封吗？对了，忘了说了，除了最后说的这块土地，其他地方大多都还是无主之地，你们觉得如何？加钱。内阁已全部同意，毕竟总不能为了脸，连钱都不要。看着地下王爷们激烈的讨论着，有的甚至已经想好了怎么治理国家，有的则是想着多纳一些妃子。反正这些王爷们是激动一场。诸位王爷，想必你们是懂的，想要获得10封的王爷们可要抓紧了。陛下按照土地的大小划分出了30万平方里封国10处，定价200万两；10万平方里封国20处，定价100万两；5万平方里封国50处，定价50万两；1万平方里封国100处，定价10万两；5000平方里封国200处，定价5万两。还能拿田地抵扣。国公啊，就算是陛下答应了，满朝的大臣们也不会同意啊。咋越想越觉得有些不对劲？老子可不是那些诸王，脑子就核桃人大小，这他妈不就是卖国吗？那我得抓点紧了。老爷，难道传闻是真的？这封国或许真的有，不过却不是大明境内，那能是哪里？娘的，不想了！1北、2北，呸，3北，那可是咱的家底啊！家底又如何？那场面你是没见过，那个什么温暖牙哥的大炮都顶到老子脑门子上了，真以为这些钱能留得住？我都已经尿了3波了。这京都温暖大师的称号，着实过分了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一把。那个大的声音，老子听了心里就直突突。再说，你怎知我没有大帝之资？老爷，你笑起来有点可怕。你懂个鸡毛，好好干，哥明年争取给你娶个嫂子。荒唐，这郑国公实在是太荒唐了，这种话他都说得出口，简直是没有把大明当回事啊！若真是如同郑国公所言那般进行分封，你们算过没有？咱大明恐怕就没了。大明天子只守着京畿之地，这跟东西周又有什么区别？乱了，简直是全乱了。郑国公平日里那般精明，怎么会突然想出这样一个昏招来啊？哼，终其原因还是这郑国公太过年轻不说，还没有任何的监督，才会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咱去求见陛下。大半，你看看，虾人从30万平方里封国到5000平方里封国是大小，应有尽有。这很明显是想把朕的这些亲戚们的腰包给掏干净，不仅可以拿现钱，还可以用土地、府邸等实物进行抵押，这是要让他们倾家荡产的节奏啊！陛下，您嘴上总是说着不要，身体已经诚实的流水了。挣钱嘛，不寒蝉。如今的大明已经这样了，还有何可畏惧？朕已经不是那棵歪脖子树下摇曳的废物了。正如虾人所说，钱财是男人的腰杆子，没了良心，果然可以赚得更多。老高，工匠们都被安置住在外城，工部对这些工匠是好吃好喝的待着，绝对没有一丝的怠慢。大人这是打算干啥？这里的匠人基本上都是擅长冶铁、制造兵器、火器的匠人，不出意外，怕是要做造反的准备了。造你妹啊！这次将大家召集到京师来，是朝廷准备兴建一所大型的军械匠作坊。不过这一次，它有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大明皇家兵工厂。